对中国的重视高于俄罗斯，美国在害怕什么呢？害怕的是中国的不同，没有俄乌冲突，世界也不会太平，这是西方的最后一搏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许说。即便是西方在跟俄罗斯对抗，美国仍然在强调对中国的重视还要高于俄罗斯。那么，美国到底是在紧张呢，又或者说是在害怕什么吗？有人说是害怕中国取代美国的地位，从军事和经济上超越美国，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。但是，中国却不止一次地强调，中国从来都没有想过去取代谁，更没有想过去领导谁。那这一点，从中国一如既往的谦逊，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平等合作，而不是像美国那样利用国家实力和影响力，就可以看出中国说的是真的。而且，即便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但与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差距，其实那还是有着一段距离的。在美国威胁中国不要军事援助俄罗斯，不要帮助俄罗斯绕过西方制裁的时候，强调中俄经济总量加起来都不到 G7 的一半，说的也确实是事实。这欧美啊，那基本上就是穿着一条裤子的。那即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，成为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，美国主导的西方经济体，那也依然会很强势。至于军事领域，虽然中国跟美国的差距在不断的缩小，尤其是在海上力量方面，美国拥有的优势越来越小，但是同理，在欧美穿一条裤子的情况下，掌握着北约这个全球最大军事联盟的美国，本身就不是中国能够轻易赶超的。那更何况，美国每年的军费那是中国的好几倍啊！虽然得到的成果不多啊，可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在增强。所以啊，这美国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发展的紧张，那恐怕是真的。但是这还不能让美国害怕，担心明天就会被中国斩落马下的地步。而真正让美国紧张的点，其实是中国与美国有着本质的不同，以及中国崛起之后与美国截然相反的对外态度，被美国当成了异类。在美国眼里，实力强大的国家就可以随意的欺负一些实力弱小的国家。这些实力弱小的国家也都该为大国立服，所以美国为了巩固美国霸权，那直接将中东是打成了一片废墟，彻底将石油和美元捆绑在一起。在美国看来，中国拥有一个大国的实力之后，应该也会跟美国一样，跟着美国一起欺负弱小的国家，为中国的发展增加一些养料。那如果中国真这么做了，可能美国对中国的敌意还真不会那么重。可问题是，中国不是美国，中国从没忘记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。中国能够发展到今天，也不是通过掠夺他国利益实现的，而这也就促使中国在崛起之后，表现出了与美国截然相反的作风。所以啊，中国的崛起无形当中给了许多国家另外一个选择，并不需要接受西方的霸权秩序，这才是美国敌视中国的主要原因。尤其是西方霸权秩序开始被多极化世界秩序所取代的趋势之下，正在推动新时代到来的中国，就天然地站在了美国和西方的对立面。中国所代表的新兴势力与美国所代表的旧势力之间的碰撞，在这一时期也是可以预见的。那在这一时期，即便是没有俄乌冲突，世界也不会太平。归根结底，这是西方秩序的最后一搏。同为非西方世界领导者的俄罗斯，宣战的也不是乌克兰，而是西方的霸权秩序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、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